来聊一台我从来没有谈论过的相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徕卡 R。那说到徕卡相机呢，我们之前聊的更多的呢是徕卡 M 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徕卡 M 系统它经历了很多的迭代，它是徕卡最经典的这个产品。徕卡 M 呢，它奠定了徕卡在整个摄影史的一个辉煌的这个地位。但是单反系统在日本的崛起给到德国这边很大的这个压力，那整个市场它的用户使用习惯呢，在慢慢的从旁轴系统转向到这个单反系统的时候呢，徕卡其实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情况下，我们知道徕卡它就寻求了和美能达的这个合作，他们开始生产基于美能达单反相机的这个基础，由徕卡设计它的光学系统，由此得到了一个非常混合的一个徕卡的 R 系统。那我这边呢，感谢我们的蛋总借了一台，这是徕卡R 系列和美能达合作的最后一台相机徕卡 R7，它一直是从 R3、4、5、6.2一直到7，这是它最后一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台相机呢，它实际上是非常的日式，它有标准的这个 T 字的这个结构，然后过片和所有的这个快门的这个手感呢，都非常的这个日系。那如果你用过像尼康 FM 标准的这个单反系统的话呢，你会觉得说这个在手感上差异性上毫无二致。所以其实实际上徕卡的这个 R 和美能达的这个单反系统其实是一回事啊，所以它非常日系，它该有的也都有。像这台 R7 作为最后一台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个机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可圈可点。虽然它是要靠电子驱动，但它有测光，它有这个自动的 A 档，非常小巧。在这个系统里面，你会发现，哎，这个相机特别好看。1996年的时候呢，他们发布了一台划时代的属于徕卡自己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系统，就是徕卡的 R8。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台相机一台 R7，一台 R8，虽然只是一个版本的迭代，但你会发现它的外观是截然不同。他们徕卡专门是请了非常知名的汽车和工业设计师曼弗雷德来专门主打这款划时代单反的一个设计。那这个设计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它所有的造型都是非常的圆润。因为曼弗雷德的设计师曼弗雷德呢，他原来是给福特和一些高级跑车做设计，他也给音响做设计，所以他有对工业产品的流线型和简洁的这个非常执着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这台相机呢，虽然是台单反，但是你看到它没有标准的我们经常看到的中间凸起的军舰部的这么一个设计，它把军舰部融合在相机的这个机顶的这个肩部，形成一个非常柔和、非常平滑的一个称之为驼背的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呢，它的底部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左边呢，它是一个收窄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类似于把手的这个设计，所以它其实在它的这个设计上面呢，它是非对称的。那它不像以前的这个 T 型相机两边是对称，这个是没有所谓的握持的，它是没有人工这个握持的这种手感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从这台开始，你看它很厚，它机身这块很厚，然后它就有一个握把，但是握把呢，它不像现在的那些无反的这个相机，它专门有一个突出的给右手用的这个握把，它也是把这个握持融合到了这个机身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设计语言里面去。所以呢，你会发现这台相机呢就特别的奇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曼弗雷德他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设计师，你既然请他过来设计，他注定会设计出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个从没见过的这种造型来
实现它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设计语言。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拨盘按键都是嵌藏在整个一个流线型的这个造型里面的，所以就非常的光滑和圆润。当然，它的体积很大，它要比上一代要大很多。然后呢，重量也很重，但基本上有800多克的这个重量，会觉得说拿在手里是一台巨型的坦克。所有的现代相机上的这个自动化模式它都有，所以它需要用2颗巨大的这个电池来进行驱动。它没有电池是没有办法去过偏，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操作，所以它是一台很电子化的一台机器。那也是在1996年的时候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轰动，这也是一台划时代的这个杰作哈。我们这里会给大家一张图，如果你对徕卡 R 镜头非常感兴趣的话，那的确它的性价比会非常高，有德国光学的这个精华在里面。那大家就是要注意购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经常会提到什么1刀、2刀、3刀什么 ROM 这就是它不同的年代生产的徕卡 R 口的这个相机呢，它对镜头的这个光圈联动以及对这个电子触点的这个要求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去买徕卡 R 镜头，那么最好呢是买3刀和 ROM 以后的这个镜头，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徕卡这个相机上的这个兼容性你买太古早的1刀的那种老镜头呢，它是不能在R7 或者 R8 上面使用的那徕卡的这个镜头呢，在 R 系列身上，它其实是推出了一大堆的这个镜头，从超广的这个19到非常长的这个150、180都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变焦镜头。那这些镜头实际上现在价格都非常便宜，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转接到当前所有的这个主流相机的这个身上，然后能够得到非常油润的得味的这个画面效果那徕卡 R8 后面呢会出一台徕卡 R9 和 R8 的这个差别呢，就是 R9 它会更轻，它会比 R8 轻100克，然后呢它改进了一些操控上面的 R8 存在的一些问题，成为徕卡 R 最后一台也是最完美的一台相机。好，那说完了这台相机的这个机身和镜头的部分呢，那我们不得不来提一下这台相机它最牛逼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那徕卡在2005年的时候呢，它推出了它的电子模块化系统，我们叫 DMR。大家看到我拿在手里的这套就是它的电子模块系统，这套系统大概总生产量不到2000台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李毅把他的这套系统借给我使用，让我有了一个体验那这套系统呢，它是可以完整的接在徕卡 R8、R9 的这个身上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台胶片相机很简单的组合，把它就变成了一台数码相机，这在摄影史上也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一种特别的这个设计。OK， 那我们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台相机怎么变身成一台古老的这个胶片相机OK， 我们现在看它的这个后背，它的这个胶片仓还是和这个以前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胶片仓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135的这个胶片仓。然后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盖子呢是可以卸下来的，这里有根轴，你一掰它就下来了。这个数字的这个模块呢，它其实是分了这2个部分，一个呢是连接机身并提供一个手柄支持的和电池支持的这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字的可以装在这个机身上的数字后背的这个本身那在这边呢，它有一个液晶屏，
然后在这边呢，它是有一个信息框，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些按钮，有菜单，有回放，有功能键的这个选择，以及白平衡和 ISO 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设置呢，都是在这块小东西里面实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小东西啊，它的背面写着 Digital Back for Digital Modular R。那它上面还写了一句啊 ，In cooperation with Imacon， 也就是说，这台相机的感光这个元器材，它是由哈苏，或者说伊麦康那时候啊，大家有个合作，然后呢，把它做到了16比特的这个色深。那你要知道说，在2005年的这个时候，在数码相机还没有完全铺开的时候，它就已经做到了1000万像素 APS-H 这个尺寸1000万像素的16位色深，并且没有低通滤镜的这么一个构造。哇塞，这个技术标准其实是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的超前啊，非常的这个先进。我们现在来打开来看，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盖子底下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这个大小，像邮票一样的大小的，就是非常非常古早的，由柯达生产、由伊麦康调教、由徕卡集成的这个非常原汁原味的 CCD 的这个感光器材。那这个感光器材后来在 M8、M9 上也是不断的在深化，一直到 M9 成为最后一代绝唱的全画幅 CCD。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模块啊，这个本身就是叫power unit， 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组模块。它的这个电池组呢，是一个藏在底下的，大家看藏在这个底下的长条的这个电池组。打开以后它会弹出来，就是这么一块可充电的这个电池组。这也是一个专用的一个电芯啊。但是呢，这个电芯呢，因为时间实在太过久远了，已经20年了，所以呢，其实很多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这块电芯呢，其实都已经不行了啊。所以我的朋友李毅呢，他是专门特地去换了一个电芯，然后让它可以持续的正常的这工作。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下面呢是有电子触点的，也是有所有的这个镂孔，所以这个是通过电子触点呢来给它进行供电。你看，装上去以后是天衣无缝的一种感觉，然后在底下呢把它的这个给拧死，然后它就多了一个竖拍手柄一样的一个位置啊。OK， 把它拨进去了，然后呢，它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好了。那么现在呢，它就完成了整个一套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合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后背呢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数字的后屏，然后它的电池呢是另外的额外的这个供电的电池，然后它这边多了一个巨大的比原来更大的一个手柄，然后所以这边还有一个腕带，因为重量一下子就超过了1公斤啊，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握持感，那么这个手感呢就会好很多。OK， 然后这边还是同样的这个设计语言，非常的浑然一体，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拍了，对 ，OK， 然后呢，它这边呢是有个开关这边有个开关，它本来就是有个机身有个开关，开出来，然后呢，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徕卡的这个标记这个徕卡的标记 ，OK。然后呢，它下面就会有电量可剩余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张数，以及现在的这个曝光补偿和 ISO 的这个设置。那我要来说说这个 CCD 本身的这个特点啊。那我们用过徕卡 M9， 或者说用过以前的这个 CCD 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知道说 CCD 的颜色，它的发色有非常非常和现在 CMOS 很不同的这个感觉。
它好像更偏向于或更倾向于胶片的那种润泽感，颜色很扎实，很深厚，很浓啊。对，就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它在低感光度下的这个画质无与伦比啊。所以，这就导致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喜欢这个CCD 啊。OK， 我们来说一下这块 CCD 啊。然后呢，这块 CCD 呢，它是3家，刚才我们说了3家联合研发的，然后经过调教，颜色是非常好。虽然它只有1000万像素，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细节，它的这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但是呢，因为它当时工艺呢，它只做到了这个 APS-H 的这个标准，所以它是有个裁切率，它的裁切率呢是1.37倍。那也就是说，我这颗50的这个镜头呢，在这台相机上，如果你用数码去拍的话，它就会变成大概是68左右的这么一个中焦的焦段的这个镜头，然后会有一个换算。那么在这个取景框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小框子来告诉你，这个小框子里面呢才是这个数字这个倍的这个取景的这个范围。第二呢，就是CCD 啊，就是知道都懂的都懂啊，就是它的这个高感是不行的，超过400以后基本上全是噪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用 CCD 去跟现在动不动就40万的 ISO 的这种高感去比较。但是它的低感，它的比如说 ISO 100、200这一部分的这个拍摄的这个画质呢是非常非常漂亮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它呢是使用一块这个SD 卡，那么但是因为年代已久啊，所以它最大只能支持到4个 G 的这个SD 卡。我这张卡是2级的，那2级的这个 SD 卡在这张照片上面，我如果都是用 RAW 格式，就是 DNG 的这个文件格式去拍的话呢，你基本上是可以大概拍100张的这个照片。基本上你拍不完这个2个 G 的这个100张照片，它就说这个电快没有了。然后它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充电电池，它的充电口也是非常特别，不是当时也没有USB 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台相机啊，虽然它破天荒的非常厉害，非常超前的实现了胶片和数字的影像的这个无缝的这个转换和交接，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天才般的这个创意。那么受限于呢当时的这个制造工艺和这个电子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它的很多的这个标准呢还是非常的古早啊，非常的落后，或者说其实是很难达到它的这个价格所能标称的这个性能这个要求。那这台相机整个一套东西现在市场上有售，但是非常少，还是非常贵啊，还是非常贵。我个人拍下来呢，就是觉得说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在日常进行把玩的一个工具。那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话题，可以有很多故事去讨论的这么一套系统，特别是它的这套后备系统啊。那么在整个摄影史上的这么多年以来，徕卡推出了这么一套 DMR 系统，给R8这套已经就是怎么说胶片时代已经进入黄昏时代的这个相机呢，又延续了很多年的这个功能，一直到徕卡完全停止这个系列的这个相机的这个生产，然后这个 DMR 的这个整个一套项目就此被腰斩。那么这台相机的所有积累的这个技术经验呢，全部被转移到了徕卡 M8 和M9 的这个身上。那我们后来才会使用到徕卡 M9 全画幅 CCD。但是你回过头来，你现在在看它的这个画质啊，看它的这个表现力，依然能打，依然不输给我们
同时代的，甚至于现在的那些相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无反相机每年都会推出10几款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有的是高像素，有的是主打轻巧便携，有的是快速对焦，有的是视频功能很强，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大家一直在比拼的是参数，我规格比你高，我速度比你快，我重量比你轻，我样子比你小，我对焦比你好，等等。但是已经很难去回到 CCD 的那个年代，我们来讨论数字这个照片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愉悦感、一种感动、一种冲动。影像日渐的变得平庸起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影像变得更加平庸，它没有更多的个性化的东西，更不可能产生这么奇怪的一个产品。这个是只有在从模拟摄影到数码摄影的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才会出现天才般的一种创意。我们说，徕卡现在已经是一个奢侈品，它有很强烈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属性啊。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还是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推翻自己、勇于突破自己，能够在各种事物上尝鲜的这么一个品牌。每次摸这台相机的时候，就会很感慨说：且用且珍惜。每一个物件它都有它自身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寿命和它存续期的这个价值，我们且用且珍惜。等它还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它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这个作用。但是，一旦真的某一天它不行了，那我们只能庆幸说，在它还行能够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拍更多的好的这个作品。那这里呢，我还得补充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使用体验啊，它还是非常的胶片感，但实际上它在拍的时候呢，其他的部分都是非常的传统的胶片，但是它在这边提供了一个快门按钮 ，OK，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对，就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它的这个屏幕啊，和 M9 一样，它就是没法看啊，它就给你看一个参考。然后它有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可以在屏幕上呢同时去显示它的这个直方图。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判断到底这个曝光是不是准确。但是你拿它去看对焦啊、细节，放大看细节，基本上就没办法去做参考啊，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台相机本身的这个缘故，还是所有的DMR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有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你刚才拍完一张的时候，你再拍呢，它好像看到吧，它就可以有一个很舒服的机械过片的这个声音。机械过片的声音，这时候呢，你是不需要过片的，你就可以像那个普通数码相机一样，你连着拍。但是有时候呢，我会发现它会卡住啊，然后它就拍完它就过不了片啊。我看一下能不能复现这个情况。行，它就咔嗒一下，然后我要这里手工过个片，我才能继续拍。手工过个片，这个就非常的这个胶片。虽然它是数码的，但是你会发现说，我要手动过片，给它上弦，我才能继续拍。对，然后它的这个容量呢，你如果做小一点，比如说你只有1个 G 的这个卡的话呢，它只能拍50张，那就很胶卷。那我们有时候会在论坛上会开玩笑说，哎呀，给它一些限制，让它变得更像胶片相机，但实际上它是数码的。那我觉得这台已经非常接近了啊，非常接近了。然后拍不了多少张，没电了，你就不能拍了，或者说拍不了多少张，它满了，你就必须把这个卡给导出来。当然，我们还更开玩笑的说，这卡放电脑里，
它必须经过比如说一段时间慢慢显一显出来，OK， 这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真的是兼具了数码和这个胶片的这么一个功能，它真的是那个时代才所独有的。一台相机。那很多人说，那么它只有1000万像素。那我也试了一下，那现在在Lightroom 里面它有超分辨率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你1000万像素呢，它可以插值用 AI 计算的方式，可以插到4000万像素。那么这样的话，日常的这个使用的都已经够了。然后它的这个插值计算呢，它也是非常的自然，你看不出任何的不好看的或者生硬的这个地方。画质够用，画质能打，尺寸呢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个方式来扩展，做更多的这个操作，因为它是 DNG 的，又是16位色深的，基础底子打得非常好。它无非的就是说，然后 CCD 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高感啊，这个高感完全肯定是不行的啊，重量它是不太便携的，这么一些问题你能够解决，你为了这个画质能够付出这些代价的话，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产品啊。对于我们这样还沉浸在老相机、老系统、老用户，就是一直会心生感慨。我们会希望发挥它更大的这个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那一块小东西上面，就在于一直以来徕卡对光学、对影像孜孜不断的这个追求的这个历史进程当中。OK，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我们不展开讲，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然后来讲一下这套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你正好手里也有这样的一套东西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把你的这个作品给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这台古早的20年前的 CCD 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我们现在依然爱不释手。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